嚯，好热闹！看来请客的谢公在南州也是一号人物啊。大人物。你是他们家仆人？是。他生下来就是主人，我生下来就是仆人。他的2个儿子都高中了进士，我替他高兴。大哥，你喝酒了吧？喝了又怎么样？这船还不是划得稳稳的吗？送完你们，我还要划这条船，去接2位公子呢。贵客到，请。请。熊刺史，罗长史，父兄，谢公虽非南州4子，却是这里最有威望的乡贤。2位公子双双考中了进士，也是南州100年不遇的大喜事啊！恭喜恭喜啊！同喜同喜。谢公啊，苏兄在京城手眼通天，哎，他的这位义妹呀，更是吏部裴侍郎的千金。哎呀，苏司马，裴小姐，日后还请多多关照犬子啊。他们一个叫谢明，一个叫谢慧。哦，苏司马，请。苏兄。卢参军，谢班头，你怎么在这儿？这是我本家叔叔啊。哦，你也姓谢，请，请。2位公子来了。船头那2位便是犬子啊。这2位公子好像有些……明儿，慧儿，这可让为父怎么活呀？这凶犯曾载我们到这儿，他不是说他就是这家的仆人吗？他是叔叔家的老仆人了，他这是心里憋着气的，下手怎么这么狠啊？他住口！叔叔。老谢，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？知道。那就说吧，那老仆人和谢公有过节，怎么回事？叔叔对我不薄，按说我不该说他的不是。但是那件事儿，哎，他做的确实不该。那老仆人的儿子和谢明、谢慧年纪相仿，所以啊，从小就侍奉着他们读书。当日，我那2个弟弟过生日，非闹着去游湖，叔叔呢便答应了。本来晴空万里，谁料啊，天气骤变。坐不住了，小心！
你们都是救人的，快救人呐！儿子，谢明，小心点，儿子，快点游过来，快游啊，儿子，快呀，儿子，快！公子，没事吧，公子？儿子，快游！我儿没事，儿子，我儿没事啊。快点！太大了，快投岸！快投岸呐！你快游过来呀！主人，我儿子还没上来呢，不能扣岸了！先把船扣岸，这么大的风浪，再不扣岸，船就要翻了。当时湖面的风很大，若不尽快离开，整个船确实可能会翻了。不过，叔叔当时做的决定，也多少有些自私。那老仆的儿子淹死了。是啊，那老仆人也呛了水，算他命大，被浪拍上了岸。他儿子的尸体3天以后才找到。这老仆是个人物啊，在自己的儿子死后，并没有马上报复，而是隐忍了10几年，等谢家公子双双中了进士，再突然复仇。这招太狠了。谢班头，我想问你一件事：谢明、谢慧，可在石桥图上？什么？石桥图？看来他不知道这件事儿。喜君，你有什么发现？石桥图应该是张轩在15年前画的，画中2位对弈的童子，应该就是谢家的2位公子。还有，画上的仆人虽是背身，但从形态上看，怕就是那行凶的老仆。画中2个对弈的童子是谢明和谢慧。裴小姐，你有何根据？这种事情可不能凭空猜测。不是猜测，只是因为当年张轩画的太精妙，抓住了人物眉宇间的特质，所以人虽长大了，神韵依旧可循。今日在岛上一见谢家2进士，我便觉得似曾相识。后来近距离看到尸体，便确定了。若喜君所判无误，那么已死和将死之人，就不仅是南州4子，而是出现在石桥图上的所有人。苏无名，你别跟你义妹一起危言耸听。不管怎么样，明天一早我会亲自去见谢公。裴小姐，我知道你擅长丹青，但是我不相信你的眼睛能有这么厉害。若你是错的，以后研判案情的时候，请你不必多嘴。但倘若你刚才的话得以证实，那便是此案侦破的关键。我卢林峰自当大礼相谢。谢公节哀，老人家，您2子新丧，苏某本不该叨扰，但督察司法是司马的分内之责，有些事我不得不问您。老夫已悲痛到谷底，也没什么不能承受的了。有话但问无妨。石桥图中的2位童子，是不是就是您家的2位公子？正是我儿谢明、谢慧。愿闻其详。当年张轩游南州时还很落魄，就住在我家。带他找到南州4子的，也是我那2个儿子。那画上背身的，可是那日在湖中行凶的老仆？正是，他的儿子是为了救我的儿子淹死的。
我很是自责呀。我给了他很多钱，以为他放下了此事，没想到过去了这么多年，凭空起浪。我的儿啊！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用不着你提醒。我又把石桥图借出来了，我们再好好看看。哎呀，这幅画太邪性了！本来在南州的日子挺好过的，这怎么突然一下子？这命案比长安红茶的案子还瘆得慌。我昨天喝多了，现在有点老眼昏花的，我就不看了。这里还藏着一个人。嗯？哪儿呢？哪儿呢？树上。树杈间躺着的这个樵夫，虽然看不清脸，但从身形上看，当时是个年轻人，如今应该35、6岁。罗凌风，你虽不再是参军了，但黄班头和谢班头他们都还听我的，我去办。到底是谁想杀死这画上的所有人呢？我看咱们还是离他远点吧，也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对这幅画下了诅咒。义兄，我们好像漏掉了什么。第一个死者颜元福。义兄的意思是，颜元夫的鬼魂在索别人的命。这世上既没有神也没有鬼，只有装神弄鬼的人。到了，马大哥，哎，马大哥，哎，人呢？哦，准是上山砍柴去了。你确定死物的主人便是石桥图上的樵夫？错不了，就因为啊，他上了那幅画，一直跟我们吹啊，还说啊，可惜没把脸露在外面呢。太好了，这回能交差了。官差来找你了，你这上过石桥图的了不起，这是要进去官府啊，享福呢。不好！对不起，苏司马，我们去晚了。那悬崖太深了，要想找到尸体，快则3、5日，慢则半个月。而且那山里有多野兽，我怕。罗凌风，随我去一趟刺史府。我知道你怀疑颜元夫的死，但他已下葬多日。所以，必须得得到熊刺史的首肯。什么？要开颜元夫的棺？正是。你们抓不到真凶，就说这颜元夫也是被杀的？出现在石桥图上的人陆续死于非命，所以，我怀疑颜元夫的死因。
苏司马，颜元福已经入土为安多日，要是掘坟，我这个周刺史没法向他的家人交代呀。只有查明死因，拿住凶犯，才可令死者安息，才可给家人交代。这命案现在进入了死巷子，你们在其他地方找不到线索，就要硬着头皮去颜元福那儿找，是吗？长史这么理解也可以。不是所有的命案都能找到凶手，即便是你的老师狄仁杰一生破获诡案无数，难道他就没有留下过遗憾吗？恩师曾教诲，只要有一丝线索，绝不可轻言放弃。可若把尸体挖出来，没有被谋杀的痕迹，怎么办呢？任凭刺史发落。我敢发落你？你可是公主的人。我还真不是，相反，我正是因为得罪了公主，才被排挤出京，来到南州。但这些跟今日之事毫无关系。命案接二连三，真凶逍遥法外。苏明既为朝廷命官，就应早日拿住凶犯，还南州一片清宁。说得好听，哼！我要是不答应呢？在其位谋其政，胆小怕事不肯作为者，便是渎职。这儿有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正如你所得到的消息，我卢林峰已被罢了官，逐出长安，但我自幼就陪同太子读书习武，东宫上下还没有人敢像你这样跟我说话。南州离奇命案，我已经派我的徒弟薛环快马回京，禀告太子殿下。熊刺史，你看着办吧。你何时派薛环回京了？回京做甚？他一个孩子千里迢迢，我还不放心呢。那你刚才是骗他们的，骗得好。你笑什么？我一直怀疑你跟太子用的是一出苦肉计，不会是真的吧？当然不是。那你刚才骗人的时候，怎么那样的硬气？跟你学的啊？啊，不对，应该是跟费基师学的。哼，这个费老怪，对付熊刺史这种人，这招还挺管用。卢凌风，你变了。你变得不像你我初时那会儿耿直冲动。今日你别说今日的事了，你还是想想明日验尸的事吧。卢将军说得对。我的儿啊！此时，你真的要下令开棺？老人家，我与严兄是故交，此番若不能发现疑点，苏明多年之后愿在九泉之下向严兄磕头请罪。你说这些有什么用？是啊，如今天寒，叫王儿朴实荒野，我这做娘的还活着干什么呀？我不活了！苏司马，时辰已到。开棺。是。不
苏明，你会遭报应的。小玉，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。老天爷！刺史，雨大了，咱先避避去啊。走。刺史，袁父兄病亡而已，苏明却执意开棺，现在根本没有查出任何蛛丝马迹，请刺史治其罪，以告慰亡灵。没错，要治他的罪。老天爷都看不过去了，还不赶紧把棺材封好，让严先生安息吧！别，你们别乱！让严先生安息！你们好靠，别乱，往后靠，别靠近了，往后靠，往后靠，不要乱！我乃范阳卢氏卢凌风，前任金吾卫中郎将是也。现有官府告示于此，苏司马是奉命验尸，看谁还敢煽动闹事！严老夫人，诸位南州百姓，苏司马乃狄仁杰狄公弟子，数月前力破长安红茶鬼案，名震朝野，就连太子殿下、公主殿下，乃至当今圣人，都对他赞赏有加。如今小小南州，命案接二连三，并且都与南州四子和石桥图有关。今日之开棺，实属情理之中，也是探破凶案的必要之举。只有罪魁祸首，才会恶意阻止。望尔等深思熟虑，好自为之。对呀，这番话说的极是，句句都是本刺史的意思。今日之事，苏明谢过中郎将。若不是你有这么大的勇气掘坟开棺，我可能也不会说出那番话。苏明，你有没有想过，若因此事丢掉了司马之职，值得吗？追查杀害新娘的凶手，并不是金吾卫之责；彻查长安红茶更与你无关，你却诛杀幽离四怪，力避真凶原来，结果呢，却沦落到今天这个下场。你就没有想过，值不值得？若再来一次，
我仍然会多管闲事。恩师狄公没有看错，那时候你还是个少年，恩师就跟我说：“孺子可教，将来必定会成为大唐的栋梁。”少骗我！若狄公真这么说，为何不收我为徒？天机不可泄露。老费，来帮我看看，里边这东西是什么？什么呀？这是我今日唯一的收获，但愿它能助咱们拨云见日。这好像是某种虫子的蜕皮呀。没错，那是什么虫子呢？你看这蜕皮，上面有极细的花纹，状如虎纹，我以前从未见过。南州博物志我看了好几遍，上面也没有记载啊。哎呀，这莫不是百毒虫的蜕皮？百毒虫？我也是瞎猜啊。据传，在南境的深山中，有一种巨型蘑菇，称密龙菇，夜里发七彩之光，可以吸引100种毒虫。而这些毒虫一旦落在密龙菇上，便会被粘住，难以逃遁，经羽而腐。腐烂后的毒菇中会生出飞蛉，也就是这百毒虫。其色黄黑，嘴若锯，好闻墨香，深秋脱壳，壳为名药，十分昂贵，能治疗风疾。故南境人以墨香诱捕此虫，而那些捕虫之人，生还者也就3、4成，因为此虫十分可怖，入人耳鼻，吞噬心脏，最后再由头顶而出。可是为了发财，人们往往铤而走险。在长安之时，我听说过，当年高宗皇帝曾患风疾，除用刺血之法外，还服用了多味草药，其中最为昂贵的就是从南州送过去的。莫非就是这个？十有八九。但我刚说的这些都是医书上所记，还有民间传闻，真的我也没见过。无妨，只要它是产自南州，咱们去药铺打听打听，不就知道了吗？那我跟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有件更重要的事儿需要拜托给你。什么事？若石桥图上的人都有危险，现在我们最需要保护的是冷吉。钟伯戚家虽有家丁，但仍不可大意，我会再安排人保护他。至于冷吉，身边没什么仆人，而他自己更是固执，所以……明白。那我今日就搬去他家住。哎，您需要点什么？伙计，来，看看这个。不是说好由黄老统一收后再卖到药铺吗？我就是想问问，这个东西它……活的墨疯子一只5000钱，整个脱壳2000钱，您这一块顶多也就值300钱。那也不少了，能买好多只鸡呢。能不能再加点？哟，那就得去问我们掌柜的了。哦，你们不是石桥山的采药人吧？这东西哪儿来的？我们确实是外乡人，偶然所得。听说还值几个钱。
此乃南州特产，是极珍贵的药，专治风疾之症。很多长安药商前来求购。刚才听伙计说它叫墨疯子，俗名而已。此虫很怪，喜欢闻墨味儿，但也是最狠毒的，专钻人的七窍，吞食心肝，7日内人必痛苦而死。而它呢，当人死了多日后，才会从体内爬出，并蜕皮成蛾，但多数都没机会活着飞走，因为它钻出来的时候，死者早已被装进棺材了。那这个墨疯子活物是什么样子呀？我们药铺有，可否看看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呢？这么贵重的药材，为什么要给你们看？你听清楚了，南州司马苏无名督察大案。司马，您看。你们药铺确实有钱啊，连这装活物的瓶子都是琉璃制的。要知道，即便是在长安，这琉璃瓶也不是多得的。嘿，您是有所不知啊，琉璃华彩最能克此虫，它入内后便处于眩晕状，不然，一旦被它钻了七窍，我们不就没命了吗？有意思。哎，这些都是采药人卖给你们的？哦，在南州，专门有人捉着墨疯子，因为卖上一支挣的钱，就够花好几年的。刚才伙计说的那个黄老，是不是替你们收货的？是啊，都是由他收，装在这瓶子里之后，我们再收过来，这也是为了保命啊。在南州有几家药铺经营此物啊？就我们一家，本钱少的他收不起呀。收墨疯子这些年赚了多少，我可都说了，这不犯法吧？我想问的是另外一个问题：除药铺外，南州城里的人有没有私下里给你买过此虫的？没有。哦，城里的百姓没有，只有一个游方和尚买过。和尚，多大年纪？穿什么样的僧袍？哪里口音？哪里的口音我真没听出来，好像也没穿袈裟。没穿袈裟，你怎么知道他是和尚？那天我正在……谁呀？先生可姓黄？是我。我是从外地来的，有风疾病人欲向您求购2只墨疯子，愿出高价。我当时家里还真有2只活的，就跟他要了黄金，他也没还价。那人是背过身去以后才摘下斗笠的？是啊，走了10几步。那日可曾下雨？没有。可有要下雨的迹象？好像也没有。那他戴着斗笠，是故意要遮挡面容喽？这我也没多想。冷兄，借几本书看看吧。没有。你是诗人，如此有名，总会把自己写的诗收编成集啊。讨你几本诗集看看，总行了吧？你也懂诗？我好歹也是范阳卢氏出身，诗书传家。你说我不懂，明氏过分了吧？
既说自己懂诗，就接我2句。你不是从长安来的吗？咱们就以长安为题。长安女儿踏春阳，无处春阳不断肠。舞袖弓腰魂忘却，峨眉空戴九秋霜。渴了说话，屋里有茶。其实，你比那个苏无名更有风神气韵。不愧为名士，有眼光。义兄，可是案情有了进展？谁说的？你脸上都露出来了。唉，人都说，名士都能做到喜怒不形于色，即所谓魏晋风度中的雅量。看来，你义兄还差得远呢。倒是有名士修书给你。冷琪还是钟伯奇？钟伯奇。书信在何处？说的什么？明日是初九，15年前的这个初九是南州四子第1次同游石桥山的日子，也正是那日偶遇张轩，后来才有了石桥图。钟伯期希望明日能与冷吉重游石桥山。那可不行，现在他们2个最危险了，万一路上出事怎么办？他提出可以派人保护，他要故地重游，还要在山间品茗饮茶。不光修书给了我，还请了熊刺史和罗长史。我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他。再说，义妹不是一直想去石桥仙境吗？同去如何？钟兄，果然是名士啊！最近我南州不太平，已有人传言说，不但这石桥图上的人将不保，就连这石桥仙境那块天赐的横石都会落下来。到时候整个南州都会遭殃。你还有如此雅兴？春晚绿野秀，岩高白云屯。哎，苏司马，我听说你已派人保护了钟雄和冷吉，可不敢有半点懈怠啊！这2位要是出事了，传言就要成真了。长史放心，以保护之名囚禁我和冷吉，这才是苏司马的本意吧？掘坟开棺，一无所获。司马还没给个说法呢。不急，会给的。就像该来的一定会来，该去的自然会去。胡不归，胡不归，不是田园将武，而是内心将武，胡不归。这石桥山日后一定是我的长眠之处了。只怕是天不能尽随人愿。我年少时便采茶于石桥山，此山的一石一木皆与我有缘。我对此山之情，苍天可见。上天必会眷顾我的。
苍天不负有心人，但也常有处心积虑者，最后竹篮打水。苏兄，钟兄请我们过来喝茶，那也是为了追念南州四子深厚的情谊。你怎么总说些不中听的话呀？刺史教训的对，苏某从小就不怎么会说话。熊刺史，罗长史，稍后。我这就为诸位监察。